体里灰尘不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却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演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。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喧嚣踏阶，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，终模糊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你讲这包东西哪来的？讲不讲？是不是你偷的？是不是？讲，讲话，讲话，讲话！小时候做小贼，长大就会变大贼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贼，我没偷东西。我不是贼，我没偷东西。你再说，这包东西哪来的？是那个叔叔给我的呗。说实话，说你！我没撒谎，就是那个叔叔给我的。讲了，讲了，讲了，讲了！哎呦，好了啦！哎呦，打死了呗！哇，你看他这个脸很像乌龟，再打就变坏鬼了啦！哇，这把的石头骂是我给他的啦！一定是他给我吧？你冤枉我！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试试看！哎呀，早跟你讲过，你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，你怎么就是不听的啊？哎，好了，算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弟弟就这么调皮，常惹人讨厌，惹人烦。哎呀，小孩子就这样的啦。啊，小光头，以后哦，你给他听姐姐的话嘞。你不要猫哭老鼠搅是非，你想骂我姐姐是不是？滚开！姐，你还有皮？哦，刚数来的嘞。那不能白吃你的，这包饭多少钱？我给你啊。哎呀，算得了什么？一包拿西罗马而已嘛。哇，看你们好像不是本地人哦。那所谓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嘛。那这包饭就当是交个朋友来。那也不能白吃你的。谁要跟你做朋友？马不知脸长。住嘴啊！走。该打，这小王八蛋，好像讲骗话不眨眼呢。叫你不要乱跑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？刚来3天就吃了豹子胆啊！这要是人口贩子把你卖了，看你到时候不哭着喊爹娘。我才不哭呢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。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？净学些流氓话！看我扒了你的皮啊，你流不流泪啊？姐，原来这里面是饭呢，还有鱼，还有鸡蛋饼呢。这个呢就叫 nasi lemak。nasi lemak。那这个呢是马来话，华文呢叫做椰浆饭，是用椰浆煮的啊。新加坡啊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改次你上学还会认识很多马来小孩和印度小孩。就是说，我们吃到印度饭了。改次带你去吃哦。咦，你慢慢吃啦，没有人跟你抢的啊。不能慢要快去。为什么要快快吃呢？慢慢吃不行啊？当然不行，被人家抓住了，把我送去公安。小葫芦啊，你听我说，以后啊不怕没有饭吃了。可是你也这么跟我说过，我常常都饿肚子，饿得直发软。这个都怪你那狼心狗肺的表舅，把我寄回去的钱全给吞了。不过先有姐在你身边啊，以后就不会没有饭吃了。好，有饭吃很舒服，没饭吃
饿得直发慌。好，姐答应你，以后啊不会让你再饿肚子了。不过，你不可以去讨人家东西吃啊。知道了我们不是乞丐啊，咱们虽然穷，但是要穷得有骨气啊，要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明白吗？知道，你千万不可以再去偷、再去抢的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千万不能像你老爸那样啊，每个人看见他，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，自己抬不起头，连孩子也要受苦啊！知道了。那我好不容易把你接到这边来念书的，你不要到时候偷东西被人家抓去啊！知道了，姐，这饭还挺好吃，你吃口。好啦，你自己吃喽。姐来这么多月了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啊？嗯？姐，这个东西还挺新鲜的，挺好玩哦。好玩啊，你光看就好啊，千万不要伸出你的贼手，要不然我就把它砍掉。知道了。那我帮你找了学校啦，明天呢你就要去见校长。见校长你可要规规矩矩的，不要屁股像坐在正板上面一个乱动不停啊。知道了。这套衣服买给你的。老板，这件衣服多少钱啊？人呢？他到处乱乱跑的。小葫芦，小葫芦，小葫芦。小葫芦，你怎么跑到这边来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要乱乱跑，你怎么不听啊？姐，你看这里有很多小葫芦，啊，一看到葫芦，眼睛还是会发亮啊。要不然人家怎么叫我小葫芦呢？啊，好啦，买个给你哦。好啊。老板多少钱啊？姐，我是葫芦小英雄，锄强扶弱，专打坏人。好啦，你是小英雄啦，走快点。我是葫芦小英雄，锄强扶弱，专打坏人。要买马哦，还是去找美丽比较轻嘞？你看他随便讲，随便买都会中的。哈，到底哪一间啊？来，先吃一个包，烧麦等一下就来。哎，美丽，周末你会来？来找你啦。我很忙的嘞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吃点心 free 的。 ？free 你的头啊！不要害我被老板炒鱿鱼啊！我来看你有没有给人家欺负吗？我那么 steady， 哪里有人敢欺负我？喂，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sorry 啦，哎，什么？哇，sorry，有垃圾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人家来这边吃东西的啦，那么生气。乱撞有 baby 的吗？要是撞掉了怎么办？我的 baby 才没有这样脆弱。哎，你不要吃东西，快点走啦！我老板在看我了嘞。被你老板都看起来很得够嘞，哎，你小心点哦。你不是整天说我丑的吗？哎呀，就算是德国也会来追我的啦。都跟你讲是德沟了，他们就算是母猪都会上的。要死你！说我是母猪啊！哎，对了，今天生意怎么样啦？不错啦，12点多就卖光了咯。是不是？我都说那地方忘了吗？生意不会难做的啦。哎呀，是啦。哎，老板在看着我了，走啦！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的新号码是什么？问来干什么？你讲啦。啊，3号了，3号了。啊，还有嘞。还有什么鬼？新号码只有一个吗？那你喜欢星期几？哎呀，星期6来。哎，喜欢什么月份？8月啦。神经病，都问这些做什么？难道是要选结婚日子？一定是啦，又问月份，又问星期几，讨厌！原来是要给我一个惊喜。那第1场给我买3，第2场6，第3场8啊，全部22啦。OK， set 啊。谢谢光临，有空再来，拜拜。成功！我们一扫昨天的煤气啊，今天顾客回流达到85%，这就是证明啊，我们快乐鱼呢大请客的促销呢非常成功啊。我原本也很担心的，不过后来看到顾客一个又一个的来，我才放下心头大石。大家辛苦了。
看到顾客吃得那么开心啊，老板娘在九泉之下也值得欣慰的啊。看，我们这辛苦是值得的。威廉，我觉得你这句话呢说得非常好。为了快乐鱼，为了大妈，为了阿公，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啊！好心你了，小个病啊，听你在那边大呼小叫。今天是星期天，生意当然好啦。即使没有什么促销啊，我看生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现在看起来啊，生意很好，可是啊，算算那笔账，还不是白辛苦一场。拜托你了，大姐，激励一下大家的士气行不行啊？如果一支队伍没有士气的话，怎么打得赢胜仗呢？怕是怕这场仗还没有打胜啊，自己呢就先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威廉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，有时候辛苦也要辛苦的有价值哦。威廉这句话就有道理了。我说你真的是墙头草随风倒。大姐，你这样子吃午餐吧。别再说了，要不然又没完没了了。白辛苦没关系，最怕是要倒贴。到时啊，看你怎么算这笔账。吃饭了。哦，吃饭吧。佳倩啊，你也吃吧，待会我来收拾。对啊，三姐，刚才有个顾客说啊，他说以为大妈走了以后啊，我们的炸鱼呢就会失水准了。可是哪知道他一吃之后，发现到口味一点都没有变啊，这就是表示啊，你已经得到大妈的真传了。是啊，佳倩，你炸得很好。我提醒你们啦，面料剩下不多了，最多啊再用1个星期。行了，知道了。佳倩啊，其实你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的。你真的想听？其实现在只有姑姑知道腌料的秘方，为什么你们不要心平气和跟她谈合作呢？不可能的啦。先听佳倩怎么说。就是先成立一间公司，虽然2间店分开经营，但是却有同一间公司管理。那这样不是搞合并吗？是合并也是合作啊。那这样他们不占了便宜？那像现在这样恶性竞争，谁又有利呢？而且事实上，1个星期后，如果你们还找不到腌料的秘方，那最后关门的会是谁呢？你们自己好好的想想看吧。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要留下来了吗？这就是他的目的了。佳喜，文文来吃薯条。芳姐好累哦，想不到做餐馆这么累的，累得我全身的腰酸骨痛。哦，不如这样啊，等一下收了工之后呢，去按摩啦。我知道一间按摩院哦，它的技术很棒的嘞。按摩完之后呢，我们去吃夜宵。你请我啊？好啊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没事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啊！他活该啦，癞蛤蟆像是天鹅肉。谢谢你哈，天鹅，老母鸭还差不多。妈咪，你何必妄自菲薄？你呀，要不是有魅力的话，那个威廉嘛，也不会像只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来飞去。总之，你老妈我的事情你少管。妈咪啊，你不是真的要跟威廉在一起吧？不可以咩？不可以。Daddy 说他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说的不累啊，我听了都累呀。妈咪，这是真的，是 Daddy 说的。他说他很爱你呢。你少肉麻啦！我刚才喝了汤，你要害我吐出来啊？妈咪，这是真的。林文文，算了，我跟他是8字不合，5行相冲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倒霉到贴地。现在啊，他又有车子，又有生意。如果你爱他的话，就不要害他了。我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他是没有好下场的。Daddy 才不会这样想的。琳娜，今天先送你24包，等下2星期货到了之后，我再拿过来给你啊。行啦，怎么自己亲自出马啊？叫我伙计送来不就行了吗？我就是伙计啊。你现在气色不大好哎，你不要只顾着赚钱，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。很多事情
亲力亲为会比较安心一点。你们就顺便留下来吃顿健康有机午餐吧。是啊，水蛭，留下来吃饭吧。那你们先上楼去，我煮好的东西就把它送上来。丽娜说的没有错，你现在气色不太好，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丽娜叫你跟我商量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她老公被公司派去上海，下个月就要走了。她想跟老公过去，在上海开一间有机餐厅。哦。哎，那这间店怎么办呢？她只是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接手。哦。我看算了，你现在已经忙得像一只无头苍蝇，哪有时间呢？况且我们对经营餐厅并没有经验。哎，不，这可是一个机会。新加坡人越来越注意健康，照我看，有机食品会越来越受欢迎的。你怎么了？哦，可能是天气太热，摔头有点痛。来，我帮你按按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别动啊，来。哦。怎么样，好一点吗？好多了。我是不是破坏你们的好事啦？哎，胡说什么啦？老实说啊，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喂，我是说啊，你们其实是 partner， 是朋友，是好朋友，还是情侣啊？我不知道，你问他好了。学子，这粒球就丢给你了。我可是很认真的想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哦。我跟你说啊，不就是生意伙伴跟朋友吗？听到没有啊？以后别乱说话了，害学子尴尬。好啊，学子，你可不要后悔啊！我可是要介绍男朋友给阿妹啊，到时你丢了宝，可不要怪我啊。好了啦，你。吃饱了吗？吃了，谢谢你早上把鱼让给我们呢。没什么。刚才是匆忙，忘了还你钱了，我放这儿。不用了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些鱼不便宜的，你一定要收下啊。二嫂，真的不用的。你们一直都很照顾我。佳琪兄帮我看病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跟我收过钱。他介绍我去看专科，连钱也帮我还了。还有罗太、龙大哥，他们也对我很好。可是，我却这样对你们，站在你们敌对的位置，我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的。那也不关你的事啊，你只是打工的，身不由己。其实做生意，只要大家公平竞争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只不过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在争个你死我活嘛。是啊，这就是人类的本性，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写成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只好无可奈何的去面对了。这些钱你一定要收下，不够的话让我知道。二嫂不必了，你收下吧。真的不必了。谢谢你了。文姐，什么事啊？他给你钱做什么？他是不是要收买你啊？收买我？他为什么要收买我啊？要你告诉他颜料的秘方啊！不是啊，没有啊。那他干嘛要给你钱呢？今天早上我们家鱼市场，他拿不到鱼，所以我就把鱼给他喽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他买不到鱼是他的事吗？你干嘛要帮他？因为我问心有愧啊。你真傻哎！我真的是亏欠快乐鱼太多了，我亏欠你大妈。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忘记，她吃了我菜以后那个无法相信的表情。你大妈的事，我有部分责任。不关你的事啊！如果他的死要有人负责的话，那应该是我，是我偷学秘方，然后教会你的，所以该问心有愧的人是我，不是你啊！佳倩，不关你的事的。好，都不关我们的事。总之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责怪自己了，知道吗？那，你这些钱啊，你赶快收起来吧。
好像太多了。反正又不是你跟他要的，他给你你就收下来喽。钱钱钱，哎，大就有钱呢。大哥，哎，你出院啦？哎，没事了哦。没事了。哇，老大，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满嘴都是钱钱钱，发达了。迟早啦。哎，倒杯水来喝嘞。哎，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不错，有8成买。哇，你真的很行嘞！啊，昨天哦，佳琪看店，连只苍蝇都没有嘞。不要这样说啦。哎呀，我怎么看哦，还是你厉害。你看，你又漂亮又有本事，不像他嘞，就一张臭嘴。如果我是客人啊，我也是看到你就来，看到他就跑。我臭嘴，你才放臭屁啊！我才不跟你讲啊！哎，雅喜啊，佳琪嘞哈，在不在啊？怎么偷看女人冲凉啊？生眼针啊？大哥，你在问我跟你讲，你该问我提不提佳琪？我看他很正常嘛，所以就 testing 他一下咯。testing 你的头啦，你看他，突然间静下来啊，好像开始模糊啦。哇，真的是一动都不动哦。真的是害死人了嘞！亚喜啊，你吃药了没有？亚喜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吗？二嫂，家福啊，佳琪有没有打电话回来？大舅，你就是海人精啊！哎呀，我也是要帮他嘛。你还没有回来啊？阿舅妈还好好的，你一回来，阿舅妈就变成这样。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佳琪了，她也没有打电话给我。啊，佳琪在急诊，在诊所里面忙着。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呢，她应该不用回去诊所才对啊。那你也知道她有去应诊的吗？啊，对对，有时候临时还要进手术室的啊。是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打电话给佳琪。哎，都是你呀！他在医院回来都没有提起佳琪，你一来啊，他就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我看他好好的，所以就 test 他一下咯。test 你的头啊！你以为在买插座啊？哎呀，我看你还是先离开一下。你一回来以后，就世界不太平了。哎，我好心回来 support 你们你们就要赶我走啊！谁让你这样 support 啊？不能跟猪头一样。哇，什么猪头？王八蛋，你想打架啊？哎，我上次已经打过电话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在二嫂面前提起二哥的事情。这么简单的话你都记不起来，不是猪头是什么啊？你也讲，猪头，你放什么狗屁啊？放什么狗屁啊？新加坡人啊，真的是无药可救，连吵架都没有一点创意。喂，你们两个够了啊！佳琪才几岁啊？那我跟你讲，如果他再骂我猪头，我真的要扭断他脖子嘞！家福，他还没有结婚呢，你要断他的子孙根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本来是想踢他脚而已啊，有没有事啊？妈的！大哥家福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要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啊！哇，你还真他妈的热情哦你！哎，手下留情啊！大哥，你吃饱了吗？还有蘑菇汤，你要不要来一碗？哦 ，OK 了。他好像没事嘞。是啊，好像一点都没事啊。难道他真的打到电话给佳琪啦？哎，你打电话找到佳琪哈？哇，怎么啦？哦，佳琪说她有紧急手术，不会那么早回来的。6号。哇，真的是6号啊！哇，我真的是很黑嘞。要说美丽真的是忘我啊！对，你看啊，美丽离开的时候我就倒霉，她一回来我就鸿运当头嘞。哇，如果她真的忘我，那我们就应该结婚嘛，吼！不可以啦，对她都没有 feeling， 这样结婚真的是很惨的嘞。哎呀，算了啦，反正现在也是很好嘛，又不用结婚，又财源滚滚，对不对？
钱，老子有钱呢！大哥，美乐也帮了不少忙，不如你请她来吃饭了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人家要做工的嘞，怎么走得开？她找到工作了。啊，在餐馆做咯。餐馆？那叫他不如来我们这边工作好了。哇，躲龙啦！叫他来这边看他的脸色，你不要害人家嘞。怎么样？我的脸色很难看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哎，文文，拿一面镜子给你的妈都照一照。我外面很漂亮啊，为什么要照镜子？反而还要买一个镜子给你耶！听到吗？2年前我在 Archer Shopping 的时候，有一间广告公司的人啊，要请我拍广告。他说我的笑容很甜。哎，你忘了？还有很多人说我很像向云呢。不要车大炮啦！你不会讲有人要请你去好莱坞拍戏？那有可能哦。哎，前2天还有个洋人跟我吹口哨哎。哈。喂，你要小心啊！小心哦，你妈咪找个按摩的理给你啊！爸，只有在放臭屁啊！啊？恶心啊！那，哇，这么好，给我钱呢？哎呀，我有钱嘛！更何况阿家的米粉很好卖了。那你自己不会拿给他？我拿给他，他会收咩？那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要借钱哦，跟我借 ，OK？ 跟你借？你是阿龙啊？我是看阿娇嫁给你哦，真的很够力嘞！你看啊，蜜月旅行也没有，也没有看你买过衣服给她，哇，更不用说什么戒指啦、手表啦。你再这样下去哦，小心她会跑掉啊！老大，请你放100颗心好啦。我跟阿娇的爱呢，是不能用金钱跟物质来衡量的。她对我的爱呢，是爱在心坎里，即使是有龙卷风来的话，也刮不走的。因为你很上进。少来，把底片给我。不行，哎，我自己来。小姐啊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先让你看看我拍出来的照片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就即刻删掉，怎么样 ？Please， 谢谢。怎么样？洗掉。OK。这张呢？洗掉。可是我觉得这张不错。洗掉啊。OK。这张呢？也洗掉。这张不错了吧？洗掉。啊，这是最后一张了，也是我最满意的一张照片，就让我留住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，当一个摄影师啊，要拍到一张很好看的照片是千载难逢，可以算是没办法再重拍了。啊？洗掉。哇，你真的是什么？冷血动物啊！你还敢骂我冷血动物？是谁没经过我批准偷拍我的？你还敢骂人？小姐啊，要是我征求你的同意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拍出这么自然、这么漂亮的照片了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洗掉。洗就洗。喂！拜拜。无赖你！哇，钱多，尿也多嘞。第3场来了，哇，会不会是8号啊？哇，真的是8号啊！哇，所以说哦，人走起运来哦，真的是挡都挡不住嘞。哇！他就真的
哎呀，不是每次都 M 得准的吗？真的没见过比你肮脏的人呢！像你这种人啊，真的是男人的耻辱啊！哎 ，Hello， 给点面子啦！给什么面子？你马上帮我洗厕所！洗就洗了，你跟你妈的一样凶嘞！哎，刷子嘞？你快点来，我要用的。是啦。嘿，文文，你干嘛？今天吃了火药啊？他怎么也是你大舅嘞，没大没小。对呀，我也觉得你对大舅有点怪怪的。对吗？你好像对他很不满哦。因为他很坏啦。他欺负你啊？不是欺负我，是欺负别人。大舅啊，想始乱终弃了。什么？始乱终弃就是说，之前要玩弄别人，后来又要把人家抛弃掉。这成语我懂，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二舅妈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，这只有我和爹地知道而已。OK。大舅啊，搞到了人家的肚子。美丽，你说美丽有了大舅的孩子？是啊，是我亲耳听到大舅跟我爹地说的。可是大舅啊，不要跟人家结婚呢。爹地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啊，美丽很难爱，他不要爱美丽，也不要跟她结婚，那跟她上床干什么？他还要利用美丽帮他做生意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连我啊都看不顺眼了。丑恶的男人！哎，你们讲谁丑啊？你啦，还有谁？那你开玩笑啊！人家讲哦，那个谢绍光如果不是像我，他就不能看了嘞。你呀，蛇神吧！人家是影帝啊，你是斯文扫地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很轻嘞！哎呀，你要洗洗快点啊，讲这样多。用斯文扫地来形容你啊，真的是用词不当，因为你根本都不斯文，你是狼心狗肺啊！哎，你小心点，读书读到有点酸了你。喂，你够了哈！你不要越说越得意啊！小心我用中粉你嘴巴！目无尊长，没大没小啊！妈咪，不是年纪大就要尊敬的，你听过“为人不尊”这句话吗？像什么啊？到底现在学校怎么教学生的？哎呀，现在学校注重的是培养技术精英，根本就没有人去管什么人格培养。不信的话呢，你现在去问一问外面的年轻人，看看有谁懂得敬老尊贤、尊师重道这两句话。对呀，等我们这批人死了以后啊，新加坡将来都不懂变成什么样子啊！等我们死了以后呢，这些不满的声音呢就会不见了，也就是说这些问题都会不存在。是哦，现在整天呢就有人说啊，为了学花园的事情啊吵来吵去，等我们这批华校生死了以后呢，就不用再吵下去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人家都讲阿嬷啊，还有谁会讲华语？是啊，全部讲阿嬷，就没有根了喽。妈咪啊，你不觉得辩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吗？因为啊，一切都成定局了。哎，妈咪，你不要走，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谈。什么事情？要钱啊？不是啊，妈咪，我都说钱的事我自己搞定。妈咪啊，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不知道。妈咪，你不要骗人啦！你回答的那么干脆，就代表你知道。那我要怎么说才算是真的不知道呢？你应该很茫然的回答说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我不记得？总之我不管什么日子，我只想过回我自己的日子。妈咪，你不要这样啦，至少请他吃顿饭。你跟他去吃饭啦，我还要做生意的。妈咪，爹地昨天刚刚救了你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已经谢谢过他了。反过来啊，如果他有危险，我还是会救他的。那就代表你还爱他哦。那跟爱不爱没有关系，而是他是你父亲。如果他死的话，那你就没有爸爸。那至少证明你还关心他。我不管你怎么样讲啦，他生日也好，他结婚也好，都跟我没有关系的。妈咪，那至少送个礼物。我没有这种闲工夫。那妈咪，退而求其次了，帮我在生日卡签个名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那妈咪，我帮你签名啊。没有反对，那就是答应喽。温妈咪。Daddy。文文啊，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爹地啊？我开车去接你啊。
不用了，他爸是很方便。Daddy， 你怎么不进房间睡觉？哦，我只是回来休息一会儿，我现在就要去做工了。Daddy， 你今天还做工啊？今天是礼拜天，百货公司很多人的。今天不只是礼拜天，还是个特别日子啊。哦。什么特别日子啊？不是吧？你不记得了 ？Daddy， 你怎么了？额头都是汗。Daddy， 你发烧了？哦，没事的，只要多喝一点水，吃2片退烧药就没事了。Daddy， 我倒水给你啊。哦。Daddy， 没水了，我煮水给你啊。不用了，你剩自来水给我就行了。Daddy， 你生病了，抵抗力弱，还是喝煮过的水吧。退烧药有没有了 ？Daddy 啊，我去买退烧药，顺便买2瓶矿泉水给你喝啊。哦。没事吧 ，Daddy？ 没事。还说没事，这也差点发生爆炸啊！你爹地用水壶煮水，谁把火给浇灭了也不知道啊！我在走廊外面都嗅到一股煤气味，啊，幸亏我来得早，要不然你爹地早就没命了。哎，阿妹啊，你是不是烫到手了？没什么啦，可能刚才心急要把水壶拿开，被烫了一下。我去拿药膏。雪志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哈。好。温温啊，我买了鱼粥还有凉茶，我放在这儿，你拿给爹地吃啊。还有啊，你劝你爹地不要随便吃药，有病最好去看医生。他为了省下医生的钱呐，骗我说没有发烧，还说回来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他这个人啊就是这样，要钱不要命啊。那你叫他好好在家休息，工作那边我会帮他安排的。他最会听你的话了，你劝他吧。我先走了哈。阿妹阿姨，你的手。谢谢你。今天晚上你好好留下来陪你爹地。他呢，看到你啊，病都会好好的办。阿妹阿姨，如
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我 Daddy？ 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做，我先走了。文文啊，现在Daddy就陪你去吃晚餐，然后再送你回去。Daddy 不用了，你身体不舒服，不要出去了。二妹阿姨也买了鱼粥给你吃，你吃完东西去看医生好吗？看什么医生啊？Daddy现在已经休息够了，身体已经好多了。你还在发烧，先生？你再不听话，看医生吃药休息的话，我以后就不来看你啦。好，等一下我吃饱了之后就去看医生，然后再送你回去，好。Daddy， 你好啰嗦啊，不用了啦，拜拜。哎，那你要小心一点啊。水吃了，趁热吃了，来我帮你。谢谢你啊，要你跑来跑去，真不好意思呢。有时候真的很生你的气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你到现在还对我客客气气的，你这样下去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也不可以因为跟你熟，就连说一声谢谢也没有啊。你不要说话这么多了，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意思吗？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保持距离啊？不是的。真的不是？老实人说骗话，一眼就看穿了。那我买了2件衣服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是啊，难道今天是你生日你都忘了吗？哎呀，我真的忘了。你呀，刚才文文来找我，就是要跟我一起出去庆祝生日的。哎，雪士，你上哪？我还没吃药呢。不吃了。跟爹地一起回去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冲个凉，然后我们再出去外面吃啊。今天是爹地的生日，我都差一点忘记啊。文文，今天晚上呢，爹地是不要做工啊，我们出去外面好好的吃一餐，好不好 ？Daddy， 你还在发烧啊？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家里啊，爹地打电话叫食物来吃啊。刚才阿妹阿姨呀，她只是来我们的家跟爹地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，她很快就要走了。哎，文文，你生气了 ？Daddy， 你听我说，我不是生阿妹阿姨的气，我想通了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老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你跟妈咪在一起，这样只会使你们不开心。老实说，我真的搞不懂你们大人的感情，你们大人的感情比最难的数学题还难。我怎么解也解不开。Daddy， 我还是回去好好的温习我的功课吧。Daddy， 你不用再为我担心，更不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而不肯接受阿妹阿姨。Daddy， 送给你。Daddy， 不管你跟妈咪学着跟谁在一起，我都是你们最杰出的女儿。Daddy， 生日快乐！对，你是爹地最好、最杰出的女儿。
是家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修炼伤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会是家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想让你忘掉疲劳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把快乐当想家，幸福就变得无限扩大。回家，把热闹带回家，把关怀都想家，将烦恼聚散全部都融化，大家更潇洒。把祝福